这一讲我们继续留在武帝建元2年。前一年里，朝廷的儒学转向来得太快太陡，所以新方向和旧轨道很快呢就摩擦出了刺耳的噪音。只要儒学一登场，关键词就是3个字：搞事情。不管有的没的，都要想办法大操大办。衣服的颜色要改，图章上的字数要重新确定。凡此种种，操办的人乐此不疲啊！虽然搞的事情是越多越大，自己的支配欲和成就感就越能够得到满足，但被操办的人就苦不堪言了。道家面对这种倾向，一定会摇头叹息，说搞政治的关键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减法；不是有所必为，而是有所不为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小车不倒，只管推。可以拿养马来打比方，儒家养马会不断的在马的身上加东西，又是鞍鞯又是銮铃。鞍鞯要绣怎样的花，銮铃呢要依据怎样的规范奏响节奏，就连鬃毛都要仔细修剪，有固定的发型。而道家养马只是做减法，把马身上所有能甩掉的东西都甩掉，随便马儿饿了呢就吃饭，渴了呢就喝水，想跑就跑，想卧就卧。那么不问可知，只有在道家这里，马儿呢才能健康快乐。这个道理非常好懂，并不需要等到遥远的西方世界出现了亚当·斯密、哈耶克、弗里德曼用连篇累牍的著作和苦口婆心的态度才能说清楚。然而在现实世界里，只有在大乱之后，才会有所谓清静无为、休养生息。而只要休养出了生机勃勃的样子，道家呢就一定会退场。因为皇帝会有一个不太好出口却一针见血的问题，马儿倒是健康快乐了，可是谁来给朕拉车呢？所以清静无为、休养生息这样的政治路线注定呢只会是阶段性的，一旦见效了，就该被挤出历史舞台了。当然，旧制度总会有惯性，建元2年所呈现的惯性就集中体现在太皇太后的影响力上。老年人天然呢就有保守倾向，看不惯年轻人瞎折腾，而年轻人呢天然就有浪漫激进的倾向，看不惯老年人的因循守旧。18岁的汉武帝身边竟然聚拢了好几个既爱折腾又能折腾的人，他越发按耐不住那颗跃跃欲试的年轻的心。太皇太后的心里一定满不是滋味，因为丞相窦婴是窦家人，自己的侄儿；太尉田汾是自己儿媳的弟弟，田汾封侯的事情还是自己一手张罗着的。2个人明明都是自家人，怎么好端端的都跑到儒学阵营里了呢？太皇太后在为小孙儿掌舵护航，这当然会让改革派阵营呢束手束脚。矛盾终于爆发了，导火索是赵绾向武帝上奏，说以后朝廷大事就别去跟太皇太后汇报了吧。那太皇太后是勃然大怒，恨恨地说出一句话：他这是要当第2个辛元平吗？辛元平的事迹前文讲过，他是文帝朝的大红人，凭着方术赢得了文帝的宠幸，一跃成为政治新贵，三天两头大张旗鼓搞事情，结果骗术曝光，被灭了族。文帝那颗被冲昏的头脑这才终于冷静了下来。虽说辛元平搞的是装神弄鬼的方术，但方术和儒术就像一对孪生兄弟，都是通过原理搞预测，积极影响自然力的运转。所以在文帝前16年，文帝再次祭祀武帝祠，为辛元平加功进爵，赏赐接二连三，又安排他和博士官儒生倪道写取儒家6经之精华，制定全新的政府职官制度。另外像巡狩、封禅通通的提上日程，又在长门道北为武帝立坛。这一系列的操作已经完全是儒家的繁门入节的风格了，完全违背了文景时代的所谓无为而治。所以我们不难想见，虽然在儒学内部会觉得赵绾、王臧是儒生，辛元平是方士，两者之间泾渭分明，正邪不两立，而在太皇太后看来，赵绾、王臧他们搞的这套东西和当初辛元平搞的那一套没什么不同。按说最能让太皇太后光火的应该是申公才对，
毕竟论资历、论地位、论学术影响力，至少在长安地区，申公是当之无愧的儒学泰斗。申公他老人家如果给出什么儒学意见，轻轻一句话就能发出海啸一般的轰鸣。申公之所以没能成为意见领袖，没有积极报答当今天子的知遇之恩，应该和他景帝时代的遭遇有关。当初他是楚王刘戊的老师，被刘戊呢抓到闹市上，穿着囚徒的衣服舂米斯文扫地。申公脱诞之后，退归家乡鲁地，闭门教书，不但不出家门，还谢绝了一切宾客，只有鲁公召见才会出门一趟。申公是《诗经》的专家，在老家呢传授诗学，但仅仅讲解次义词义，并不阐发经义。很明显，申公呢是伤透了心，不想跟政治再扯上任何关系。所以申公在被安车蒲轮请到长安之后，面对这普通人眼中的无上殊荣，态度特别消极。武帝呢拿他没办法，赵绾王臧也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金字招牌。但也正是这个态度，使申公呢置身于儒道斗争的漩涡之外。太皇太后只看见了上蹿下跳的赵绾王臧，根本就没有看见这位老先生。于是太皇太后秘密派人查出了赵绾王臧的不法行为，责成武帝处理。看来是铁证如山了。赵绾王臧自身不干净，武帝呢既不方便法脉开恩，大概呢也很气恼赵绾王臧的不争气吧。总之犯了法就下狱处理，公事公办。至于明堂还有杂七杂八的儒家改制的事情自然呢也就统统搁置了。赵绾王臧在人生的最后关头倒是没有给儒家丢脸，双双自杀了。申公呢也以生病为由回了老家。重要的是，就连丞相窦婴和太尉田汾也受了牵累，同时免职了。这本该是一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崭新局面，没想到刚刚气势汹汹的开始，就灰头土脸的收场了。儒学这里是用麦克白的台词，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，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，登场片刻，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。它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，充满着喧哗和骚动，却找不到一点意义。不过时间总是站在年轻人一边的，武帝什么都不用做，只要把太皇太后熬死就好。太皇太后呢去世犯了一个大错，自己呢已经老了，窦家靠得住的人就只有远房侄儿窦婴一个，所以就算要罢免所有亲儒分子，也应该对窦婴网开一面。要知道这个时候外戚已经不是一家，而是两家。王太后的弟弟们才是皇帝的亲舅舅，太皇太后的远房侄儿可不占什么血缘优势太皇太后没想这么远，想到的只是赶紧把儒家这些口若悬河的显眼包们清除出政治舞台，换上黄老风格的老成持中的干部。看来看去，石奋一家人才是最好的人选。石奋本人呢资历很老，早在楚汉相争的时候，15岁的石奋追随刘邦。石奋毕竟年纪小，功劳浅，在刘邦时代并没有能混出什么头脸，但熬着熬到文帝时代，石奋升任太中大夫，算是进入高级官员的行列了。但石奋是穷人家出身，参军又早，没有文化。如果说他有什么特长的话，那就是把谦恭和谨慎做到了极致，天下无人能及。后来石奋被公推为太子太傅，等到太子即位，也就是汉景帝，虽然呢尊敬老师，却不想老师挨自己太近，就调他去当诸侯国相了。石奋的长子石建，次子石甲，三子石乙，四子石庆，简直呢就是父亲的翻版，也像父亲一样当上了2000石级别的高官。景帝很感慨，说人臣的尊崇都集中在石奋一家了，于是给了石奋一个称号，叫慢石君。所谓慢石，一是切合石奋的姓氏，二是表示石奋父子5人呢都是2000石级别，甲总就是万石。万石君的出现，一来是太平年景的特点，二来是大型组织的特点。一个人呢并不需要有任何特长，
只要认真当好螺丝钉，不存非分之想，那么论资排辈，总能逐渐升迁，每一步都稳稳当当。而那些耀眼人物，像赵婉、王臧那样的，今天连升3级，明天呢就可能一落千丈。只有石奋一家人才是世间的朋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石奋既然没文化，这些优秀的孩子是怎么教育出来的呢？答案是端正自我，以身作则。石奋的子孙无论做了多小的官，只是个官，回家的时候，石奋一定穿着朝服接见，也不直呼子孙的名字。场面呢，大概是这样的：好比有个小孙儿当了科长，石奋呢会叫他石科长，不会像自家的长辈对晚辈那样直呼名字。子孙如果犯了错，石奋呢并不责备，只是坐在一旁，任凭饭菜摆在眼前，就是不吃。直到几个孩子互相责备，犯错的人呢诚恳认错，再通过长辈求情，石奋终于才肯吃饭。成年子孙在身边的时候，就算平时居家，石奋呢也一定要戴上冠，全身上下一丝不苟。尤其在操办丧事的时候，石奋呢总是显得特别悲伤。就这样，子孙们有样学样，以谦恭和谨慎名闻天下。把石奋一家和赵婉、王臧他们拿过来一比，真是好大的反差啊！太皇太后重新安排任命石奋的长子石建为郎中令，次子石庆为内史。前面讲过，郎中令虽然不是最大的官，却是最核心的岗位，向来由皇帝最亲信的人担任。秦二世的时候，担任郎中令的是赵高、赵成兄弟。汉文帝刚刚入住未央宫的时候，连夜任命张武为郎中令。至于内史，大约相当于长安市长。前任正是酷吏宁城，从宁城换成石庆，可见这个政治风格转换有多么剧烈。那么仅仅凭着谦恭和谨慎，石家兄弟究竟能不能胜任这样关键性的岗位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